末日降临，我在系统商城买了个霸总。下一秒，尸潮来袭。他理了理袖口，轻飘飘一句：“天凉了，王室该破产了。”轰的一声，所有姓王的丧尸原地炸成了烟花。我穿进了一本鸟不拉屎的末日文里，在尘土飞扬的末日废土之上，远处的丧尸正在分食尸体腐肉。这一幕场景使我控制不住干呕起来。物资、武器、安全屋都没有，在这天崩开局的末日里，我撑不了多久。正在一筹莫展之际，系统商店出现了。本想点下一页找找有没有金手指的我，手指却悟出了购买键。我发出一声尖叫，下一秒，一位高大的男人凭空出现在了我的眼前。男人不耐烦地掏掏耳朵，伸出手指挡在我的唇上。女人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虎躯一震，没好气地拍掉他的手，擦了擦嘴。男人拍了拍身上不存在的灰尘，漠然的目光扫过眼前的一片废土。呵，这就是末日吗？有意思。我嘴角抽搐，哪里有意思了？但是他目前是我唯一的盟友，人多力量大，总比我一个人在末日里摸索强。我无奈道：“我叫毛毛雨，请问你怎么称呼？”男人似笑非笑：“你会知道的。”我深深吸了一口气。当下之急，我们需要找个藏身的地方。一般末日小说都是这样的，先找个安全屋，再囤物资，慢慢苟过末日。男人沉浸在他的行为艺术中。求我，别说一套房子了，命都给你。我表情痛苦，心想万一他真的有办法呢？这位先生，我求你。羞耻，真的太羞耻了。男人愉悦的轻笑，挑起我的下巴。女人，这盛世都如你所愿。他转身对空无一人的废土开口：3分钟内，我要知道这片区域所有顶级房地产的全部信息。我脑子真的是抽了，怎么会觉得这个男人有办法？然而下一秒，满目疮痍的大地之上，一家中介公司大楼拔地而起，华丽的大门打开，走出一群中介，他们整整齐齐地站了2队，红地毯一直从门口铺到男人的脚下。房地产老板亲自来迎接男人。刘先生，你好，末日房地产为您服务。我们在老板和一众中介的热情带领下走进了公司。老板为男人介绍着各种豪华顶级房型，他偏头看我，跟着我才能享受生活。此时此刻，这个男人在我心里就是神一样的存在。我冒着星星眼朝他点头，想不到我到了末日后，居然能过上在300平米的大床上醒来的生活。我笑出鹅叫，一旁的老板还在热情介绍，男人直接打断他的话：“给我一套农家小平房。”只有那个脑子抽筋的刘先生满脸自信。这是末日，过于张扬，只会死得更快。我心如死灰，闭上眼睛。在没有安保系统的农家小平房，我怕我死得更快。刚出门，那座金碧辉煌的中介公司消失不见，转而出现的是一座平平无奇的平房。我看完各个房间，心里定了定，起码这套房子什么都不缺，也算是个庇护所。男人忽然靠近我，我只能连连后退，靠在了墙上。他手撑在墙壁上，给我结结实实的来了个壁咚。刘先生虽然油腻，但实在是帅气，我还是红了脸蛋。刘先生一往情深：“今晚我要你住在我为你打造的金屋里。”我汗颜：“金屋？金子没见着，倒是见到了神金。”我翻了个白眼，一个闪现从他臂弯里躲了出来。刘先生，房子有了，但是还得解决一下物资问题，我打算去外面找找，你要一起吗？末日里我们需要找一些易于储存的东西，比如压缩罐头或者土豆什么的。刘先生像是被按下暂停键似的，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我在他眼前摆摆手：“那我自己去了。”刚想走，他拦住我，表情震怒：“你觉得我是什么人？我难道会让你饿着吗？”我小小的脑袋大大的问号，他又在演哪一出？我试探问道：“那请问您的意思是？”男人一脸被羞辱的表情：“即便是在末日，我刘波也不会穷到让我心爱的女人出门找吃的。”说实在的，我有被这句话感动到，而且他叫刘波，多么霸总的名字啊！我大为感动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你出去找吧。刘波冷哼一声：“食物还需要找吗？”随后他指着院子中的空地，看着依旧空空如也的院子，我怀疑地揉揉眼睛，但是揉完，奇迹还是没有发生。他宠溺地拍拍我的脑袋，随即对着空院子命令道：“新鲜的蔬菜，这片土地被我承包了，我命令你们马上出现。”话音刚落，各种蔬菜破土而出。肉，你也长出来。于是各种肉类也如雨后春笋般齐刷刷地钻出地面。想起几个小时前拔地而起的房子，我还是不由得畅所欲言：“我还要饮料。”刘波表情却突然变得严肃了：“他不喜欢饮料，你也不能要。”好嘛，还是替身剧本，没关系的，我最大的优点就是逆来顺受。对不起，我下次注意。刘波满意了。饮料长出来。我疑惑地看着他，欲擒故纵。刘波理所应当道：“我喜欢喝。”我挑了些简单的食材，准备先填饱肚子。刘波轻飘飘地开口：“他也不会做饭。”我期待地看着刘波：“那你来做。”连做饭都不需要自己做，
这是什么神仙日子啊？刘波拍了拍手，3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厨师鱼贯而入，不一会端着各种美味佳肴出现了。刘波优雅地坐在桌前，一口牛排，一口红酒。霸总就是不一样哈，就算在末日里都是如此的从容。饭后，刘波又召唤来了2位女仆和1位管家。小小的4合院突然有了人气儿，令人安心。女仆们洗洗刷刷，把本来就挺干净的小院子打扫得一尘不染。管家忙前忙后，将各类食物整理归类保存好。我觉得我也不能闲着，现在我的金手指是霸总，而且在他的剧本中我是个替身。为了拍好他的马屁，我打开手机开始搜替身文学如何上位。我一边看一边记笔记。突然，一位厨师惊慌地跑了过来。丧尸出现了！借着明亮的月光，果然在墙头看到了丧尸。丧尸们张牙舞爪，似乎马上就会翻墙而入。我将门窗迅速关紧，但是这毕竟不是防盗门，大概率抵不过丧尸。我抄起凳子，随时准备战斗。这一刻终于还是到来了。刘波挡在我的身前，我抬头只能看到他宽大的肩膀。你挡住我看丧尸的视线了。这么丑的东西，你不需要看。那你打算怎么对付丧尸？继续用他言出法随的霸总发言吗？他温柔地从我手上拿过凳子，看我的就行了。就在这时，丧尸们翻过了墙头，踏过院子，朝我们开始进攻。刘波迈着坚定的步伐开门出去。小说里的霸总都是战斗力爆棚，区区丧尸应该不在话下。虽然他手中的武器只是个凳子，但是挥舞凳子的动作如同在跳顶级的华尔兹一样优雅。我耳边好似真的响起了华尔兹的经典曲子。麻烦你关一下音响，谢谢。都什么时候了？眼看丧尸越来越多，刘波慢慢有些吃力。就在这时，我的眼前又出现了那个系统商店。小白花女主角刘波这个霸总已经让我有些惊喜，这个小白花女主肯定也有隐藏技能。直接点了购买。远处的刘波被丧尸扑倒在地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圣洁的白光闪过。我的天啊，这是哪里？伴随着一声娇弱又带着惊讶的声音，翠花出现在屋子中央。狂暴的丧尸似乎被按了暂停键，她穿着小白裙，眼神环顾四周，目光落在狼狈的刘波身上。天啊，你们遇到丧尸了，好可怜。刘波看到女孩，眼睛都直了。男女主一见面，自动进入偶像剧模式。俩人在那山无棱天地合，我赶紧打住他们。二位，我们要不先解决一下丧尸呢？他们似乎才反应过来，一致对外。刘波深情凝视翠花，我不会让任何人再伤害你。随着他的话语，外面的丧尸砰的一声炸开，纷纷炸成烟花。我被眼前的一幕震惊地瞪大了双眼。你早干嘛去了？累死累活的。原来这技能得靠小白花在才能激活吗？刘波微笑，现在没人能打扰我们了。管家欣慰道，好久没有见到先生这么开心了。没人为我花生吗？翌日天还没亮，我被一声尖叫吵醒，我心猛地一跳，难道丧尸又来了？我立马跑出去，却发现刘波脸色惨白地躺在地上，翠花则抱着他，泪流满面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刘波冷汗淋漓，抓着翠花的手仿佛要窒息。花花，墙再压过来。幽闭恐惧症。我看了看偌大的屋子，无语的想笑。感情不光激活了炸火花技能，男主乱七八糟的毛病也来了。经历了这么多事，我已经足够冷静了。翠花叫住了我，姐姐求你帮帮我。被翠花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看着，一瞬间感觉自己的灵魂都被净化了。可能这就是小白花女主的技能吧。把刘波扶进更大的屋子后，情况好了许多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他胃也不好。我直接跟厨师说，刘先生胃不好，早饭煮一些粥吧。院子里的菜和肉都被糟蹋了，我刚要准备把院子收拾一下，一个瘸腿的丧尸跳了进来。我吓了一跳，拿起扫把准备防身。翠花制止了我。天啊，他腿都瘸了，好可怜。翠花满是心疼和同情。我们帮帮他吧。翠花像是下了什么决心。我昨天就觉得刘波除掉丧尸太暴力了，这不是人和丧尸和平相处的好办法。丧尸也是人啊，让他们感受到爱和温暖，说不定世界就和平了。我揉了揉耳朵，我没听错吧？他和丧尸讲爱和温暖。翠花用求助的眼神看我，我被她看得头皮发麻。坏了，我又被感化了。翠花在一旁像念咒语一样对着丧尸念叨，不要咬人，咬人是不对的。在翠花的感化下，她狂暴的红眼竟褪成了淡粉色。厨师拿来一盘生肉，小丧尸闻到肉味立马又躁动起来，抢过肉开始撕咬起来。慢点吃哦，要有师德。翠花声音温柔的像在哄小孩。我本来以为这只是徒劳，毕竟丧尸的本能就是吞噬。可下一秒，那丧尸的动作居然真的放缓了，甚至吃完后还抬起头，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呜咽声。我揉了揉眼睛，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幻觉。毛毛，我们做到了。翠花兴奋地朝我挥手，你看，他能听懂的，他不是怪物。
管家适时递来一套熨烫整齐的衣服。别说，换好衣服后，这丧尸除了脸色发青，居然真有了几分人样。以后你就叫小白啦。翠花轻轻拍了拍丧尸的胳膊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再也不会让你饿肚子。小白喉咙里发出了呜呜的声音。临近傍晚，躺在病床上的刘波终于醒了。正在翠花把小白的来历一五一十讲给他的时候，天空突然暗了下来，一道惊雷在头顶炸开，震得窗户嗡嗡作响，院子里瞬间刮起大风，一股浓烈的腐烂腥气扑面而来。这种天地变色的阵仗，绝对是高阶丧尸出没的征兆。还没等我们做出反应，一道快到模糊的黑影就窜了进来，在众人眼皮底下瞬间掳走了翠花。刘波刚要起身释放技能，那黑影已经消失在天际，只留下空气中残留的腥气。我们一行人不知追了多久，直到看见一座爬满藤蔓的废弃城堡，那股令人作呕的气息才彻底消失在城堡里。花花肯定在里面。刘波攥紧拳头就要冲进去，却被我死死拉住。等等，你看门口。我指着城堡门口游荡的丧尸群，密密麻麻全是丧尸，硬闯就是送人头。而且掳走翠花的那只速度太快，绝对是丧尸王级别的。刘波冷笑一声，眼神里闪过一丝不屑。不过区区蝼蚁而已，天凉了，该让王室破产了。话音刚落，城堡门口所有丧尸突然停滞，下一秒竟接二连三的炸开。清空了门前的障碍后，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城堡，穿过一片昏暗的走廊，却在大厅里看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。翠花正坐在石凳上，手里捧着一本书，那位凶神恶煞的丧尸却跪坐在地上。我们面面相觑，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大大的问号。毛毛、刘波哥哥，你们来啦！翠花回头看到我们，立刻露出灿烂的笑容。这位是丧尸王先生，我们正在聊天呢。丧尸王闻言，居然人性化地点了点头，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，像是在附和翠花的话。刘波张了张嘴，半天没说出话来，大概是第一次遇到不按常理出牌的对手。接下来的几天，翠花带着丧尸王走出了城堡，她站在高台上，手里拿着扩音喇叭，对着外面游荡的丧尸们宣讲爱与和平。丧尸们安静下来，认真地听讲。刘波看着井然有序的丧尸群，表情复杂。我刚想叹气，系统商店的界面弹出了，里面居然刷新出了末日重建套餐。别感慨了，霸总。我拍了拍刘波的肩膀，指了指系统界面，接下来该搞基建了。之后的日子里，小白成了丧尸们的管理员，带领丧尸清理废墟，刘波则负责相关物资的供给。远处，翠花把烤好的牛肉分发给丧尸们，丧尸王温顺地跟在后面。我站在刚建好的房子前，小白一瘸一拐地跳过来，递给我一朵不知从哪摘的野花。我看着这离谱又和谐的画面，突然明白，或许末日从来不是世界的终点，而是另一种文明的起点。